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原来宗上发生的事，非一般的传遍了加玛帝国每一个角落。萧炎和萧家作为这件事情的主角，也彻底被加玛帝国所有人知晓。短短半个月之内，原来宗的弟子就已经离开了七七八八，而萧炎也终于出关了。这次几乎是萧炎有史以来受伤最严重的一次，半个月的疗伤也只是勉强将他的伤势治愈，离恢复到巅峰还要一段时间。萧鼎打趣萧炎，可以的话将云云带来给他和萧丽看看。云云和萧家之间的事没有什么瓜葛，他们不会太介意他和萧炎的事。萧炎有些窘迫，辩解着说自己只是以前历练时欠云云不少情而已。他们谈话没多久，海波东就过来了。海波东一进门就发现萧炎的气息有些起伏不定。经过这场生死大战，萧炎已经隐隐触摸到了斗皇级别的屏障，现在就等伤势完全痊愈，再闭关突破斗皇。海波东问萧炎通知自己过来可是有事。萧炎问海波东可听说过魂殿这个势力。在萧炎养伤期间，海波东已经收集了一些魂殿的情报，虽然情报不多，但也知道魂殿实力异常强大，而且神秘又诡异。萧炎说他父亲和老师现在都在魂殿的手中，看魂殿的态度，日后怕是还会派强者前来。海波东苦笑一声，放眼整个大陆，魂殿都是非常强的势力。以前云岚宗在加玛帝国内作威作福，但实际上不过是斗气大陆西北地带的一个二流势力罢了。以往在每5年一届的宗派大会上，云岚宗受到的白眼和嘲笑可不少。宗派大会是由西北地域中一些实力最强的势力举办的，他们的目的是想将西北地域所有的势力统一，然后成为足以和大陆上那些顶尖势力相媲美的存在。不过因为西北地域太过辽阔，势力众多，关系错综复杂，所以至今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霸主。萧炎三人听得一脸惊愕，他们混了这么多年，却丝毫不知道这些。海波东目光闪动，云岚宗解散，现在加玛帝国恐怕是没有拿得出手的宗派势力了。而萧炎既然想要保护好族人，便需要具备足够强大的势力，让魂殿不敢随意对萧家的人动手，现在正是最佳的时机。萧炎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他天性不适合开宗立派，把心分在这些事情上，说不定还会干扰他的修炼。海波东看向萧炎身旁的萧鼎和萧丽，有些事情并不需要他亲力而为，自会有更适合的人帮他打理。而以萧炎如今在加玛帝国的声望，只要振臂一挥，自有无数强者附庸而来。萧炎让海波东等他伤愈后，联系一下法马会长和几大家族，加玛帝国的天也该变一变了。得知云岚宗弟子已经遣散的差不多了，嘉刑天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笑容。虽说除了云岚宗这头猛虎，但却又来了一头实力更强的年轻雄狮。嘉刑天已经接到消息，萧炎有意在帝国内组建势力，到时候怕又是一尊云岚宗。妖夜却说萧炎心性没有云山那么狠辣，为人也重情义，对付这种人只能走迂回的怀柔之策。如今皇室远远不是萧炎的对手，不如顺水推舟帮他一把。见嘉刑天无奈的点头，妖夜又说起了宗派大会和出云帝国的事。根据情报，出云帝国内大大小小的势力这些年相继灭亡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名为毒宗的势力。据说毒宗的神秘宗主有着能和斗宗匹敌的实力。宗派大会上，加玛帝国若是没有拿得出手的势力和强者，以后在西北地域的地位怕是会越发低微。妖夜自认看人很准，他相信萧炎不会让他们失望。嘉刑天见妖夜这么相信萧炎，脸上露出一抹古怪之色，笑着问妖夜，莫非是喜欢上那小子了？妖夜脸颊绯红，娇嗔着说，太爷爷您胡说什么呢？嘉刑天越想越觉得萧炎很不错，萧炎的天赋是这么多年中他见过最可怕的人，而且他的长相不差，性子虽然有点冷，但是却极重情义。若是妖夜真的喜欢，他可以去帮忙提亲，两家要是能够联姻，他也就彻底放心了。妖夜白了嘉刑天一眼，萧炎身边连美杜莎这种倾国倾城的美人都有，就算嘉刑天去提亲，萧炎也未必会要。虽然妖夜对萧炎很欣赏，但他作为加玛帝国日后的女皇陛下，自然不可能会甘愿和其他女人来分享自己的丈夫。嘉刑天只能将自己的念头打消。离开前，他让妖夜好好打听一下毒宗。妖夜早就派出了大量的探子，但得到的情报只有短短的毒女2字。萧炎闭关时查看了一下药老留给他的纳戒，纳戒中的药方、功法、斗技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让他看得眼花缭乱。他大致的翻了翻后，就取出了药老留下的破解噬圣丹的方法。
药老的破解之法就是让萧炎炼制提升萧丽生命力的丹药，只要萧丽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中突破斗皇，噬生丹自然就破解了。看完这些之后，出关的萧炎就碰到了来表态的妖夜。萧炎也非常郑重地说，只要皇室不会暗中对萧家做手脚，他一定会记得皇室相助之情。妖夜离开之后，萧炎便和萧鼎、萧丽商量联盟之事。没多久，一名侍女匆匆进来，说纳然嫣然求见。纳然嫣然来到客厅后，跟萧炎说云韵想见他最后一面，他让萧炎愿意见就跟他来，不愿意以后或许都没机会了。萧炎紧跟着纳然嫣然来到了云岚山之上，看到云岚宗一片狼藉，纳然嫣然忍不住怒视萧炎，言语责怪他。但他也从云韵那里知道云岚宗这些年做的事是多么的蛮横和血腥。他的精神有些恍惚，自嘲地说，当年的事他现在的确很后悔，若不是他的任性妄为，萧家和云岚宗应该还都是好好的。萧炎都不想搭理他，告诉他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纳然嫣然带着萧炎来到一处山崖下，让他自己上去找云韵。今日过后，他和云韵就要离开加玛帝国去大陆历练，以后说不定都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。萧炎在山崖上见到云韵后，脸色有些难看地问他离开的事。云韵说云岚宗已经不存在了，他没有了留下来的意义。他告诉萧炎，即使云山死在他的手上，他也并不恨萧炎，可他始终都是云岚宗的宗主，以他的身份立场，应该要竭尽所能报仇的。可惜即便他有那个实力，也下不了手，所以还是离开的好。云韵听说萧炎要组建势力，他将云岚宗多年的收藏送给了他。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云韵，问他非走不可吗？云韵伸出手摸着萧炎的脸，说自己需要出去走走，或许什么时候想开了就会再次回来，到时候要是萧炎还希望他留下来帮忙，自己应该不会再拒绝。察觉到萧炎逐渐变得柔和，云韵突然说，当年在山洞中，萧炎要是胆子再大一些，说不定现在……萧炎一把搂住云韵的柳腰，低声问他在暗示什么。云韵脸颊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，将修补好的内甲再次送给萧炎，让他好好保管，等他日后再回加玛帝国，萧炎要是拿不出来，可别怪他翻脸。往事一幕幕地闪现在萧炎脑海中，他的心头涌上一阵冲动，强行握住云韵的下巴，直接亲了上去。云韵只来得及发出一道低低的声音，便紧闭眼眸放纵自己。他想着反正都要离开了，还是依这个小家伙一次吧。萧炎和云韵在山崖处紧紧相拥，释放心中的火热。而一旁的转角处，纳然嫣然靠着石壁，目光十分复杂地看向自己的老师和前未婚夫，最终轻叹一声，悄悄地离开了。为了让云韵化解心结，萧炎并没有强行留下她，而是在云岚山上陪了云韵3天3夜。3天后，云韵趁着萧炎闭目修炼时，带着纳然嫣然悄然离开。萧炎看着云韵离开的背影，摸着她留下的内甲，只说了一路保重这4个字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